多肉淋雨以後，到底隔幾天才能再次澆水？3天、7天還是半個月？其實只看天數很容易判斷錯誤，因為不同的盆土、花盆、溫度和通風條件、乾燥速度可能相差很大。今天我不用固定天數，而用3個簡單方法判斷多肉現在到底缺不缺水，最後再給你一張可以直接照着用的判斷清單。同樣淋過一場雨，顆粒比例高的盆土通常乾得更快，米炭、椰糠等保水材料較多，內部潮濕的時間可能更長。有排水孔的陶盆和密閉性較高的塑料盆，乾燥速度也不一樣。小盆、大盆、室外通風處和密閉牆角同樣不能使用一個固定天數。所以別人說淋雨3天後可以澆水，不代表你的這一盆也可以。真正需要檢查的是根區還有沒有水，以及植株有沒有出現真正的缺水信號。多肉怕的並不是一次澆透，而是根區長時間處於潮濕狀態。正常的盆土孔隙裡既要有水，也要有空氣。當水分長時間佔據這個孔隙，空氣進入受阻，根系獲得的氧氣減少，正常呼吸和吸收能力就可能下降。因此，養多肉的重點不是一直保持微濕，而是讓盆土完成清楚的乾濕循環。需要澆水時一次澆透，然後給它足夠時間排水和乾燥。一個方法是用乾燥的竹籤檢查盆土內部，不要只看盆土表面。表面已經發白，盆底附近仍然可能是濕的。把竹籤沿着花盆邊緣慢慢插入，盡量避開植株中心和主要根系。插入深度達到盆土的2/3，停留片刻，再慢慢拔出。如果竹籤顏色明顯變深，摸起來潮濕，或者表面附着濕土，說明內部仍有水分，現在不急着澆。如果竹籤乾燥，沒有明顯濕土，才進入下一項檢查。大盆或者介質不均勻時，可以換一個位置再檢查一次。竹籤只能反映它經過位置的狀態，所以不能只憑一次結果馬上決定澆水。這個方法是顛盆。剛澆透並完成排水以後，花盆會明顯較重。隨着水分不斷蒸發，被植株吸收，花盆會逐漸變輕。每次澆水前後都用同樣姿勢拿起花盆，慢慢的就能建立起對這盆多肉自己的乾濕重量感覺。如果現在拿起来仍然沉重，就算表面已經乾透，也應該繼續等待。如果花盆明顯變輕，再結合竹籤和葉片狀態判斷。顛盆不是比較不同花盆，而是比較同一盆在不同乾濕狀態下的變化。不同盆器、介質和植株之間重量不能直接套用。如果以後使用電子秤判斷更直觀，但沒有電子秤，長期練習和顛盆同樣有參考價值。第3個方法是觀察葉片和莖基部。
但是注意，葉片變軟不一定等於缺水。正常缺水時，一些多肉的底部老葉會逐漸失去飽滿感，出現輕微皺紋。同時，盆土內部已經基本乾燥，花盆也明顯變輕。另一種情況是，盆土仍然潮濕，葉片卻飽滿發軟，甚至出現半透明、容易脫落，或者莖基部發暗發軟。這時就不能繼續補水，而是要檢查通風、根系和腐爛風險。檢查時輕輕觸碰一次就夠了，不要反覆擠壓葉片，以免造成傷口。因此，葉片狀態只能作為輔助信號，必須把葉片、盆土和花盆重量放在一起判斷，不能看到葉片發軟就馬上澆水。很多多肉植物採用一種叫做 CAM 的代謝方式。簡單來講，它們傾向於在較涼的夜間打開氣孔，吸收二氧化碳，白天減少氣孔開放，從而降低水分損失。再加上肥厚的葉片或茎部能夠儲存水分，多肉通常比普通草本植物更能承受短期乾燥。這也就是為什麼判斷不清時，短暫等待通常比馬上補水更穩妥。當然，多肉種類很多，不同品種、季節和環境不能完全一概而論。3項檢查之後，還要看看接下來2-3天的天氣。如果持續陰雨、高濕、通風較差，即使表面已經乾燥，也可以再觀察。但不要為了讓盆土快速變乾，突然把剛淋雨的多肉放到強烈暴曬下。保持遮雨、明亮和空氣流動會更加穩妥。最後總結一下：第一，竹籤顯示根區已經基本乾燥；第二，花盆重量明顯接近乾燥時的狀態；第三，植株沒有半透明軟葉、異常掉葉或者莖基部發黑發軟；第四，接下來的天氣和通風條件允許盆土重新完成一次乾濕循環。這些條件大部分滿足時，才考慮下一次澆水。真正需要澆時，一次澆透，讓多餘的水從排水孔流出。不要每天只澆一點點，也不要讓花盆長期泡在積水裡。所以，多肉淋雨後多久再澆水，沒有統一的天數。與其看日曆，不如檢查竹籤、花盆重量和植株狀態。你平時判斷澆水主要看盆土、滇盆還是葉片？歡迎把你的方法和所在城市寫在評論區。